好了，我们去 Boys Story。今天来看什么？接着来看《致无处不在的你》。是于小雨的啊，就是于小雨的这个短片的 reaction。小雨叫什么？叫小叔。对，叫小叔。于小叔。一个鼻子也像小叔。一个书店的一本书。哦，千年古书。确实。不是前台啊。就是前台啊，一本书。服务员。这就是服务，给大家服务的。waiter。神一般的。来吧，那我们开始欣赏吧。开始。我这个也是比较治愈系的。哦，治愈。这个前头有点好说。哦，你拍这个什么？欧美是不在吧？尤克里里。大部分时间都很悠闲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经常有准备来到我个人的交流。这个书店很好看。我也听了很多故事。这是个图书馆。哇，真的感觉一辈子在这儿。这个书，这个封面是按照我这样的画的。啊，肯定看得出来，按照你的样子画的呀。对对。知道你。爷爷，请问你要找什么书？孩子，我要找这本书。因为你要的这本可能暂时售罄了。无语。我也没话说了。我也无语。这个不知所措。有点慌。哇，哎呀妈！我想要这本书啊，没别的，因为这本书啊是我儿子自己写的。我儿子3个月一个车祸去世了。上学时啊，他就很喜欢写小说，但我当时觉得他写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很影响学习的，就不允许他往这一路发展。直到前不久啊，在收藏工作发现这书稿，有点自责的感觉。这才知道他表面上做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，而工作之余一直都在写作。他一定是一个很倔强，但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。哇，这个我老伴儿啊，一直都走不出来，每天总是待在孩子的房间里。爷爷，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安慰到您。那您的孩子也一定不希望您在影中一直日常不生活还是要向前看。谢谢你啊，孩子。还有，谢谢你啊，还有小叔。去删减。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之前好多的词。我意思拍的比这个多。对，之前那些。不是，是那个原剧，然后我在唯读的时候删了。月姐。哎呀，太热了。感觉月姐演得很好。没有，喝醉了。我是看这么晚。工作，这是在哪里？是在大城市里忙碌辛苦的一个女青年。如果想睡觉的话，回家睡不舒服。有道理。的话，把一个人相处。
那个。在书店工作还挺舒服，安安静静，有条有理的。所以我就很喜欢在书店工作。真像，像我。每天睁眼闭眼就是玩微信、忙工作，现实，真的好现实，跟我都是像。这就是按照现在年轻人的但是现实状当态下，代男青年、女青年，还是没法在这座城市里。确实。可是我连微信好多客人都跟我这样说。原来出来飘的时候，觉得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安定，安定。但不过就是开启了另一种自己版的生活吧。既然这么累，那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可能是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，回去还是会有不甘心。确实。其实，自己在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但你缺少一个改变的理由。我觉得热爱会成为你最好的理由，因为它是给生活希望留下了这样的传承。生活很舒服，看字幕，其实说的是，其实看清是不是取压站？这么有道理的话，一书一大把。我职业开导，职业。再一个是本书能不是职业开导？我有点像心理医生。啊？他故事都很长。还有个弟弟，我觉得那个弟弟非常可爱。还有这都会有个故事吗？是的，还有一个弟弟，对，就最后一个就是孩子。对。突如其来。但其实这个植物还好，没有那么硬。睡了。叶小牙的生活。叶小牙的饭。我的那个路上的树影。我客串不得书店。哦，坐在他的对面，显得你也好大一只。这样你爸妈会担心你的。像巨人。才不会。也没有。这个弟弟演的为什么会这样想？这弟弟演了9年。因为我爸爸说都不说，就把小果给送走了。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小果是谁？他不知道。他说有6年的小太子。那他们为什么要送走呢？我之前答应了，说明他们说了，狗肉队艺术是没有伤害的，他们就是不听。欧洲小号。可能是中国里的小孩比我更重要了。修举。我爸爸来青州上班，我妈妈洗手回来，原本还有小果陪我，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没关系，你有每个人你小叔长大都是这么孤独的吗？我也有过很孤独的时候。有吗？我成长就需要经历从我变成我们，还有再从我们都变成了我吧。但是孤独并不可怕，如果你愿意试着相处，也许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。哎呀天！要不就去书店工作吧。真的，这个治愈满满。别这么丧，至少你现在有我这个朋友呀。叫，属于是把乐队当成泰迪了，这回。这个属于泰迪当成泰迪的感觉。弟呀。那去看到了什么前途？听说那个姐姐辞职
这么拿的笔。我从小就是这个写法。你在书店里交到了一些朋友只要能，写字打笔，他们开始有了全新的但是就很喜欢玩这个。而我也还在继续就是14岁故事。万很多作家总说我是为了他们，长相。但其实他们的故事也塑造了我。哦。我是小说，治愈的小说。一本治愈的小说。人生有不同的烦恼，但我相信，总有一本书能够治愈。这个真的好治愈啊！果然看帅哥是最治愈的。致无处不在的你，感谢一起治愈的朋友或误解，陪伴我们度过人生每个难挨的时刻。难挨的时刻，难啊！我可以不可以。学习舒阳老师拍戏。哎，就这天就因为他下雨了，我睡觉回不了家了。哇，这一天的雨下的是真的大。那天我们住的那个山上，山下坡那个水到这个位置，我车都过不了，就这么高。你没拉手？你这里真的像拉了吗？没有地儿没收。我跟月月姐对戏特别好笑。这还挺好的。非常感谢家人在场的所有各位。这领口为什么拍不到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领口危险。这领口拍不到。书过审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小叔过审了吗？这小时候过不了审，小书过不了审。15岁还是16岁小时候？小叔7岁和8岁，有点张狂了。没追到这个点，小雨的嘴巴丑丑的笑。确实啊，我第一场戏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。我也有过很孤独的时候。人成长就是要经历从我。就是我第一场戏确实有点紧张，然后整个面部表情有点不自然，就是有点僵硬，多少。我也有，我在演的时候。看眉毛。人成长就是要经历从我。也有嘴角也眉毛。我演的时候，人家是小表情。我跟人家说您好的时候，我这个嘴巴还没有。要是舒亚就是而是无语的时候有点。而且那时候说话说多了的话，说嘴有这样的，而且笑多了的话也，就感觉不知道自己说这嘴就真抽是吧？就是有点抽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看。回去再慢慢看吧。回去再慢慢看，咱们先来点评一下，哎，不是点评吧？就是这是点评了，我不敢俩大前卫个人的这个哇！我觉得他这个看的节奏可以看得快，也可以看得慢。他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有点快，但是因为他也慢不了，因为咱们说实话，因为咱们这就是一个小短。这已经算是我们两个之中最长的了。是。他这11分多钟。对。那个其实我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小雨这个是治愈的。对。他治愈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事情，就是有一件真是从心里就去治愈别人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最后那个小男孩那点就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小男孩那点。虽然说那点小表情上可能有一些紧张，对，但是我很喜欢那段的表演。其实我更喜欢就是他跟爷爷的那一场，就是他的那个爷爷在跟他讲他儿子车祸的那个时候，这个的表情其实是表现出来同情，然后非常难过的。然后当时他跟爷爷说的时候，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慰爷爷。那确实，我觉得很感动，真的很欣慰。其实那段话，我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他和那个我哥哥，他和咱们之前上表演课，我哥哥对台词的时候，我在现场，我知道他的台词是什么，他台时间很长，就是真的是很感人，你听着就很感人的一段词。但是现在就需要靠表情，突然，现在是有点突然，就小雨突然就安慰了一句，然后爷爷就感谢的话，我是有点跳，我是会有点跳，会有一点。之前会把整体事件描述的更清楚一些。是的，这次就突然小雨就开始安慰爷爷，就安慰了一句，然后爷爷
说去感谢。把描述的那些话都去掉。我觉得这3个故事主人公都挺感人的，都是3个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事情，社会上经历。第二个，其实月月节那件事也是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发生在当代年轻男青年、女青年身上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是想在大城市过好生活，然后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的拼命工作，想提高自己生活质量，因为出来都是来北漂，大家都想离开避风港屿，然后出去都发了。我觉得怎么说？我觉得这3个年龄段的都是很有特点的。小时候的那个地理就是童年，然后需要陪伴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到长大开始拼搏的那段时间，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压力，然后等到老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讲的是老年我可以不放心自己打20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整体如果变成4个故事就更好一点，就是儿童时期、青年时期、中年时期还有老年时期。第一个不就是讲的是那个小伙伴，很小的时候，对，其实只有上学的成长，然后青年之后就是要接触学校还有社会，然后到中年就是社会跟家庭，然后再到老了就是其实只有家庭，这一个慢慢的一个改变的过程。里面总会有能治愈到你的事情，不管你再忙、再累也好，压力再大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时长原因，如果时间再长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个故事讲得丰富。就一上来就是有点突兀，有点没看懂。我觉得大家看第2次的时候就会理解，看第2次就知道这就11分钟左右一个小短片。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治愈系的电影来看的话，任何故事。但是第2次我知道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最治愈的话还是帅哥。我觉得这个灯光再加上这个场景，再加上这种色调，就非常的温暖，就给人一种就是你想他对戏吗？非常暖的感觉。期待与你对戏。我其实特别喜欢最后一个，就是老爷爷，他也是特别舍得他。那是第一个。我就是小孩，特别无语，现在小儿子。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3个？第一个。特别喜欢那个老爷爷，他非常舍得他儿子，还有他说他老伴儿，然后也是走不出来，每天在他孩子旁边，所以说我们有机会多陪陪自己的家里边的人。好，这也是可以说的，侧面描写出来。没错，是。但是他儿子已经去世了。就是说，时间对。我觉得，这个首先，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嘛，大家看出来是这样，但是其实更多，我觉得小说作为一本书来讲，也可以说是人与书这么一个沟通，因为人经常会因为有些事情不能跟身边的人说，就是会让自己承担的事情会有，然后你往往会需要一个倾诉的地方或者对象，我觉得就是表现出来了书籍，或者是说给自己听，然后就这种交流的方式是非常好的，也是非常治愈的。对，看下来整体的色调，包括滤镜，包括氛围，然后一些色彩来说，就是加上小野的演技啊，都还是不错的。唯一我觉得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台词还有表情，因为咱们还有待进步，没关系，咱们这是第一部，咱慢慢来。我觉得这部《这武术不在的你》非常好。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的好的。那我来说一下吧。行，说，你来说。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故事，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一直都是对话，但其实内涵真的非常多。然后也有很多看一遍理解不了的一些意思。然后其实这些台词中都是我们编辑姐姐想了很久的，都是按现在这些老人、小孩还有青年的一些真实状况。确实。然后其实
这些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有自己关心的人，但是他们可能缺少一个去吐露心声的一个对象。就是我作为一个治愈的小叔，然后就可以去帮助他，然后我也很对我也很开心，然后治愈别人也等同于是治愈自己。那你可以帮我演的这个小叔呢，也是一个可能虽然看起来很小，但是经历过很多事的一个人。我希望大家看了这部戏可以感同身受。你在这个年龄段，你可以感受到我治愈了你。对，其实就是被小叔。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，都能感受到小叔有在治愈到你。我觉得整体还不错，希望下次可以演得更好。好，现在你已经成了非常位的前辈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像以前那样无师自通那种记忆点？我职业开导，加了这个职业开导。啊3、2、1，我职业开导。不是你们得笑，你知道吧？治愈对，最后要笑起来。来，重来，这是3、2、1，我职业开导。好，行我。